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D 的小杨老师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跟各位分享零失误刻线技法。什么叫做零失误刻线技法？就是我们在这么小的比例上面刻了数百条，甚至之后会到上千条的线。那我们是怎么做到一条线都不失误的呢？那一定有同学会说啊，废话，你用显微镜刻，你看这么多显微镜，甚至我们不用显微镜，我们还有什么放大镜？我跟各位说，这只是一个辅助工具，但是即便你用了辅助工具，你都有可能一直刻失误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会涉及到你刻线使用的工具、逻辑、一些方法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完整的分享这些技术给大家。正常人呢是不可能用显微镜来刻线的。那因为我们是厂商，我们是品牌嘛，我们要彻底了解这工具怎么使用，在这里面研究透彻之后呢，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各位。那你们最多呢，就是使用这种 1.8 或 2.3的放大镜，知道这个观念与逻辑，你就可以做正确的练习。好，这一次呢，全机我故意使用0.075 mm 的 Mr. Pro Liro 的雕刻刀，金色的这个包装，最小的这个尺寸。为什么呢？首先我要告诉各位，这个 Mr. Pro Liro 的雕刻刀，它的耐久性是真的非常的好。我刻了这么多条的线，它是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点崩的。那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首先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刻线就是把金属这个刀具放在塑胶上面做一个刮除的动作。那一个非常硬的东西碰到一个塑胶，就是软软的东西，你轻轻的划过去，就会让塑胶丝翘起来。这个塑胶丝翘起来的时候，它并不会断裂，那你要想办法把这边断裂，把它移除。所以所谓的刻线，事实上就是一个移除塑胶的过程。那什么情况下非常容易造成刀具崩裂呢？就是我移除很多的塑胶，当你觉得卡住的时候，你在里面第一个最忌讳的就是刀具乱转，这样噔噔噔。那你在凹槽里面，我们磨一个这么尖锐的角给你，你在里面乱转，你就可能把这个刀具转断、转变形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残屑太多。例如说，我们一直往这边刻，那你一直刻。你刻一条就有一条丝这样翘起来，刻两条丝就堆积在一起，刻三条丝堆积在一起，最后这里全部都是丝。然后你没有做一个移除的动作，结果你又硬插转弯，那你的刀具等于在非常多塑胶丝里面做了一个剧烈的扭力。那这两种状况呢，都会让你刀具崩角甚至是断裂。所以只要你的观念正确，知道刀具的使用方法，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刀具用得长长久久，然后刻出非常漂亮的线段。那我们正式介绍刻线以前呢，我们的频道目前已经到了22万订阅。我相信各位从这个剪汤口1段剪、2段剪、打磨400到1000，或者甚至你要做没有上色的处理，600到1000，或者是600到2000的纱布，甚至你要做镜面研磨抛光，你要做平喷、高光、阴影、消光、保护漆、水贴，这些你们都非常熟练了。毕竟你们也看了我们几百集的影片，所以对于制作模型的基本技巧、基本观念大家都有。所以今天要带大家起飞啊，飞到另外一个刻线改造的境界。我相信很多人已经练习多次，只是有一些道理，有一些小小的细节，你可能还没有掌握到。而我们今天将要免费的告诉大家这一切的技法。原本呢，我们这个是要放线上课程的，但是因为我们的短影片源源不绝的输出，那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些小小的疑惑，那我们自己也忍不住来教大家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先订阅起来，因为我们将会带给大家更多关于模型的技法，让大家可以好好的玩乐。好，那相信有朋友已经知道刻线是什么，可是也有朋友不知道刻线是什么软蛋装逼用的东西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刻线它代表着一个装甲、一个门片、一个结构。如果我这样讲完，你还是听不懂，你们可以去网飞看钢弹 EX， 你看它远看的时候，就是这个钢弹的雏形，但是它这个镜头抡印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到它有很多的装甲切割，有很多的装甲线，然后甚至装甲线里面还有细的装甲线，这代表着它每一个装甲都可以独立的拿下来。那 HG 的模型自然而然它不可能给你这么多的装甲线，所以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刻线技法把它刻出来。那这就是一个刻线的范例，而你不一定要把这个技法用在这144上，你也可以用在1:100、1:60，用在你任何想制作的模型上。这只是一个示范的教材。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小，然后把它做成这样？原因就是当你在制作一个这么小比例的东西，你看它就比我的中指高一点点，它的头呢，你看比我的大拇指还小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刻这么多线？因为当你在镜头画面看起来有这么多细节在上面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比实际上更巨大，这么大。
这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小东西上面不会有这么多的细节，而你要让小东西在画面里面看起来像大东西，看起来像1:1的东西，甚至有一天大家拿去当电影场景道具，就是靠这些手工技巧。那说明到这里，大家已经知道为什么要刻线。你要做一件事，你一定要先知道你为什么要做。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做，你才有办法把它做得好，而不是一昧的新增很多不知道为何的刻线，不知道为什么要短刻线。人家帅我就跟着他帅，人家有什么我就放过来。如果是这样，你的作品不会有你的味道，更不会符合一个正确的逻辑。那正式刻之前，一定要带给大家正确的观念，我们再开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马上进入实战的单元了。首先呢，无论你用什么尺寸的雕刻刀，你一定要知道拿刀的方式。如果你是右手拿刀，你就是右手跟左手要连在一起，形成一个稳定的支点。因为只有这样子，你才可以对准你的目标去刻你要的位置。当你没有粘住的时候呢，你一定会晃动。这个很简单，以前有讲过。那左手你就是要把它反过来，就是无论你是左手右手，你都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支点。再来呢，就非常的关键。我们讲过 N 次，这个刀子很利，塑胶很软，少量多次轻，再加一个注意排塑胶屑的方向。如果你的第一刀从这里刻过来，你的屑已经在这里，那2刀3刀，你记得把刀子换到这边，把它刻过来，那它就会掉光光了。可是呢，有时候我们的施力不均匀，这个塑胶屑到这里一半就断了。那你从这边刻过来，它永远都在里面，然后你就越刻越大力，你越刻越大力，它就怎么样？越来越大坨，越来越里面。终究你就会刻出一个非常歪、非常丑的线。那么赛车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踩刹车，在正确的时候加速，在正确的时机点刹车，你才可以拿到赛车冠军嘛。而刻线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知道？适当的时机清屑，清这个排屑，而不是一直猛刻，因为很丑。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招那个握刀，它太基本 ，too basic。我们现在就来讲排屑的技巧，刻到底，从这里你已经会了。那刻到中间怎么办呢？刻到中间，假设你用0.2的雕刻刀刻出来的线，那么你拿0.1的雕刻刀，在这个凹槽里面轻轻的摸这个屑，再往前推一下，往后推一下，它就会被你剥断。剥断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很轻易的把它剥除。这个时候你就有一条完美的线段。每一次如果觉得塑胶屑太多的时候，一定要清除。这个就跟过弯一定要踩刹车一样，有人过弯不踩吗？好像很多人都直接转。屁啦！你正好时速260，然后要过弯的时候也260，就会比较危险。就会比较危险。你们可以试看看，你们不要真的去试。再来呢，刻线最重要的就是基础的刻线练习。你可以先找一个已经有高低差的东西做刻线加深的练习，以及零件的背面或者是废料。那么你要新增刻线的时候，跟这个逻辑是一模一样，但是你一定要贴一条刻线胶带。刻线胶带不要用手摸，你手上面的粉尘啊、脏污啊，将会导致这个刻线胶带不粘，一定要用镊子。而用镊子的时候，用圆形的镊子会让你更好夹，接触面积更大，然后固定好头端，移动尾端，或者是固定好尾端，移动头端。那一定要把它完全压住以后，再轻轻的少量多次，等轨迹出来，你就会刻得很漂亮。所以能刻好一条线的人，就可以刻好100条线、1000条线、10000条线。所以各位，你的目标就是今天听完这堂课，刻好1条线就去睡觉，因为你明天就会10条、20条、成千上百条。OK， 既然各位已经知道了刻线掌握的力道以及排屑的方法，那么直线对大家来说很简单了吧？既然各位已经知道直线怎么刻，那你一定知道例行线怎么刻咯。刻到这里，转折，刻到这里，再转折，再刻到这里。记得每次把刀子拿起来，转向再刻。排屑不要往2个，你看例行线这样接过来。如果你排屑往这里，排屑往这里，那这个塑胶屑不是两边就纠结在一起了？不要在那边纠结来纠结去，交给我纠结轮。如果你可以往这边跟往这边，那塑胶屑就排除了。你看，刻线的世界比你想象中的还简单。那我们马上就进入短刻线。短刻线就很奥妙了。短刻线就是在你已经很熟练这个长线的过程里面呢，我们突然要在这个很长的线里面做一条这么短这么宽的线。这里是0.6好，这里是0.3，我可以先用0.6的雕刻刀这里压一个钩，这里用一个0.3，这里再用一个0.6，我们压出这个短凹槽。因为这里本来就有一条线，所以我们不用去理会这一条，它本来就有一个排屑空间。这个时候如
如果你怕失败，你先用0.6这边铲一刀，这边铲一刀，点3上下铲一刀，你的这个刻线的凹槽呢，就会变成一个已经去除掉一些塑胶残料的一个长方形，不完整的长方形。可是它可以让你等一下做短刻线的时候更加容易的成功。那么如果你很害怕失败，你可以用0.2的雕刻刀做反向插进去，把一些肉移掉，另外一边呢也插进去，最后呢再用点3轻轻的抚摸这个下半部，那么你就可以刻出一个0.6乘以0.3的短刻线。这个也是在讲一个塑胶排屑的一个过程。而你套用这样的逻辑，当你的技法越来越熟练，你将可以刻出0.5乘以0.3的短刻线，你甚至可以做出0.3乘以0.2的短刻线。一切都在排屑的方向。如果到最后排屑的空间越来越小，那你排屑的频率就要越来越高。例如说，你只剩下这么短的空间要去排屑，那你一挖就要排一次，挖那边就要排一次，就是这样，短刻线就结束了。所以你看到我们在脸颊旁边，它有非常多这种细腻的短刻线，它就是这样刻出来的。而这个灰色的零件呢，它有一个更简单的，就是开放式的短刻线。什么叫做开放式呢？就是它有一个边是空的，你的刻线刀压上去以后，可以直接往下排屑。那既然是开放式的，你轻轻松松就可以刻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短刻线。好，那再来短刻线的变化可以变成什么呢？可以变成封闭式有造型的刻线，它可能是一个转折，可是都是宽的。那它可能是一个曲线，它会出现在什么位置？你看我们胸前的这个装甲，以及肩膀的这个装甲，都是细线里面有配有造型的宽线，而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先找出对应的宽度，点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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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都做好记号，然后用对应的雕刻刀的宽度，例如说它是1.0，你就用0.8、0.9开始铲，然后把不要的料都铲掉。最后呢，0.2你可以先跑一遍，再用0.3去做整平，那你就可以刻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凹槽。那么近色我们就使用分规，你左边刻完，再用分规，你就可以近色到右边。而肩膀有4面，如果你觉得再近色一次很烦，你就可以用遮盖胶带贴上去取形，取下来，我们再用我们的刻线胶带，现在有出新的有刻度的，你可以做一个记号，然后把这边的这个封闭线段取下来，贴到另外一边，你就可以刻4遍。那记得在做的过程，千万都不要用你的手脏脏的去摸刻线胶带，你才有办法复制完。那我们的刻线胶带有分成没有刻度的以及有刻度的，正常状况下你用没有刻度的就可以了。可是，在特殊状况，有刻度的刻线胶带，它就可以让你更快的达到对称的效果。那我们刚才还有提到，一个是分规，还有一个直接用刀具的宽度做定位。像几乎我所有的短刻线都是用对应的刀具直接压出来，而宽刀呢，它可以快速的移除以及定位。这2个是我经常使用的技巧，搭配分规，再用到刻线胶带，几乎没有做不出来的。那么刚刚短的过程呢，我们已经讲完直线、短刻线、复合式的宽槽、复合式的曲线宽槽。可是这时候你会说，曹教老师啊，你还没有教这个曲线怎么刻呢？为什么刚刚用那个腔调？因为我常常跟狂魔聊天啊，他讲话都这样。那么曲线有2个方法，我们有出很多的蚀刻片，我们有云形板蚀刻片，我们有曲线规蚀刻片。这个东西你都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切割垫上，然后底下先贴一张遮盖胶带，再贴一张刻线胶带，再把曲线规贴上去。你不要用手扶哦，你边用手扶，你一定边刻它就边滑，而且甚至你会切到自己的手。麻烦你用遮盖胶带把它固定起来。然后呢，这是大的切割垫，麻烦准备一片我们最小的切割垫放在上面，要旋转的时候很好转，你就可以顺着曲线一样少量多次器取出你要的曲线。各位如果想要知道我们的蚀刻片有哪一些东西，你可以上我们的官网，那你就可以发现有很多这种封闭型的蚀刻片啊，可以辅助你刻线的，甚至是有2个平面共用，还有这种吸面转折的，有非常多款蚀刻片可以辅助你刻线刻得更漂亮。所以麻烦到我们这个官网浏览一下，看看哪些是你需要的。可是像这次我们示范这么小的，你几乎已经很难去取出它完全正确的曲线，或者是说这么小的面积，你要很有耐心的去取，非常的花时间。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，我们会在这个边缘涂上奇异笔，然后用纱布800号或者是600号把它磨掉。这个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曲线的边缘原来在这边。那么我们用，例如说我们希望取出等距线段，点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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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绕着这个封闭的图案一圈，接着你就用你的所有的雕刻刀去做连砍。
有没有？这边点3连，这边点5连，它线段很长，你就直接宽刀插下去，你就用所有可以构成这个封闭曲线的刀具，把它先封闭一圈。封闭完一圈以后干嘛？压 V 槽。开始压，它就会从一条很细的线变成一个有 V 槽、有一点点 gap 出现的一个曲线，最后再选一把0.075、0.1或者是0.125，把它顺着刻一圈，你的封闭曲线就刻出来了。可是你会说，前面那个点3定位的那个怎么办？首先，你可以先用砂纸600号的，轻轻的把它磨一下。磨完如果还有痕迹，轻轻的用刀具刮一下。一开始定位不要太夸张，你甚至可以一开始有那个定位，先用墨线轻轻的点一下，会更清楚的。可是为什么你磨掉的时候它看不出来呢？为什么我们是零失误的刻线技法呢？你明明看到我用刀子压下去了，可是为什么成果欣赏的时候它不见了呢？原因就是因为曲面你很难找到它破坏的线段在哪里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你是一个 C 面，这个 A 面接这个 B 面有一个 C 面，当你破坏了 C 面的高度，你就会得到一个不完整的 C 面，就歪歪斜斜的，就很奇怪。可是曲面你稍微吃掉一点它的肉，完全看不出来。这个可不可以申请发明专利啊？好像没有看过世界上有人这样刻线哈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给大家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忙分享这个影片，让大家可以体验一下我们为各位所设计的这些刻线刀具啊、刀柄啊、收纳盒啊、刻线胶带啊、曲线的蚀刻片啊，还有非常多的周边刻线工具，都可以让你非常享受这个刻线的乐趣。再来最后一个技巧，其实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万变不离其宗，对不对？有一个稍微有点难度，我们可以看到胸甲凸起的这个侧面，我们要开始移除面状。这个大概就是刻线里面算稍微难一点的技巧，还不到最难，所以一样我们要先刻一个线段出来，刚好它又是微曲线，所以我们又用了等距定位法。那等距定位法，我们先取出旁边这个边条以后，用刀具一样压出线，这时候你压 V 槽就可以压得更大，然后开始用刀具把刀子反过来，轻轻的铲掉一块肉，每一次都轻轻的，然后均匀的铲掉一个面，全部都铲掉之后呢，每一次都不要太多，少量多次。最后找合适的尺寸，开始用刮除、整平、抚摸的方式把它磨掉。在最后呢，请使用纱布，纱布它可以有效的把这个平面带得更咕溜、更滑顺，看起来就像它原本射出就是这么的精细。最后你就说你讲那么多都没有用，因为你是用显微镜。这个显微镜其实我们有缩倍率，所以它其实可以到3倍到4倍，或者是5倍啊。这放大镜也有3倍，可是你长时间用3倍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的作品即便评审去评的时候，可能都是用1.8倍、2.3倍的，这样就看很清楚。所以你们在刻线的时候，你们用1.8、2.3就看得很清楚了。除非你要跟我一样要做教材，不然的话，这样子是完全足够你们去看清楚、刻好这条线。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，如果你已经取出一个形，知道它正确的曲线，你可以用蚀刻片加刻线胶带切出你要的曲线。但是刚刚那个我们就是用连连看，很多人看完不会，但是实际上你做的是非常的简单。小时候你就知道点跟点点起来就对了，只是你要去挑合适的线段。好，各位朋友，如果你听完这次刻线教学的影片介绍，对这个叉叉叉里 Mr. Pro Liro 刻线刀有兴趣的朋友呢，麻烦你跟我们官网上有合作的店家去做预定的动作，或者是说登记。那市场上还有少量现货，如果你目前没有，麻烦你用预定的，因为我们目前排单呢已经排到2025年6月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麻烦你先预定起来。那如果市场上有现货，也请大家多多支持一下。那如果你刚入门舍不得用这么好的雕刻刀，那你可以选择 DLC 或者是 Light， 以及我们有一个平价版的钨钢刀。但是最耐久、最耐用的一定是 Mr. Pro 的系列。而 Mr. Pro 目前有一款银色包装的，它是带锥度的，它会刻得更稳，但是会有一点毛边。那 Mr. Pro Liro 它是金色包装的，然后它的锥度非常的小，接近0度，所以我们叫做 Mr. Pro Liro。那你就认明你要金色小锥度的，还是要银色稍微锥度大一点的。那最后呢，大家会很好奇说，你看我这台机体除了刻线以外，我还做了肩膀的铜棒的改造啊，我还做了眼睛的发光改造啊，甚至把眼睛里面镂空啊，眼睛那个镂空也是刻线啊，也是移除塑胶屑啊，只是它的顺序逻辑更复杂。那我还改了金属的
机枪啊，我还改了10颗片的这个弹链，我还改了拳头手，还改了一堆10颗片上去。那怎么会没有在这里上片呢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一台作品，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给欧美的朋友看看。那我们会成立一个新的频道，叫做 MadeWorks Essential。那这个频道里面呢，它会非常单纯的介绍这些技法，让你知道。透过这个文字的说明，也就是说，你不会看到我在这里跟你废话这么多。但是我们在原本的这个 MadeWorks 频道呢，有些如果你从那里看影片还是看不懂的，我就会在这里做解说。那希望我们欧美的这个 MadeWorks Essential 这个频道呢，各位可以先帮我们订阅起来，然后分享出去。那包含你以后要学非常多的技法，我都会放在里面。那我们也邀请了非常多厉害的模型大师，不管是战斗机的啦、坦克的啦、摩托车的啦、科幻的啦、微缩的啦，会有非常多世界级的这种顶尖的模型师来示范作品做力给大家看。那这一切呢，都会放在 MadeWorks Essential。那原本我们的这个频道呢，以后就给阿志主持了，好吧？应该给他了。还是早就给他了。好，那你们现在正在收看的这个频道呢，一样会有我们这个欢乐吴小强跟这个耀仪啊，还有很多的模型师也是一起来欢乐做模型，并且加上一些解说的过程。但是这个只限于我们华人讲中文的，大家看得懂。一旦我们想要做一个给全世界看的频道，那我们就可能必须用无语言、比较单纯制作的方式。所以希望2个频道大家都帮我们支持一下。那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这一集呢将会送出什么？你那台模型？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要送什么？看，我们来送一个最狂的。什么东西？今天这一集讲科线，我要送一个大家想都想不到的东西。刀具盒啊？家里面的全套刀具，真的假的？在家里面的全套刀柄，就这样，就是从这个刀片，然后一路到0.9就好了，然后再加这个刀具盒，全新的哦。那我们要怎么得到这一个全套的刀具呢？我们在 FB 会发一篇文，然后就会放 MadeWorks Essential 的这个新频道以及它的资讯。那各位呢，只要截图你有订阅这个新频道的证明、留言跟分享，我们就会在里面抽出一个幸运儿。应该超过1万呢！我天哪，真的太爽了！好了，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这个1.8倍刻线也是蛮好用的。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，你一定要订起来。下一集我们教大家改灯，只改1颗灯或者是2颗灯，让眼睛发光就好。我跟各位说，我真的花很多的时间学改灯，但是实在对我来说都太复杂，而且我就只想让眼睛嘣发亮就好了，那个恐怖感就出来了。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想学这个技法，那下一集见，拜拜。